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上一集我们讲到，东乡案的起因源于清朝地方税制的不公，贪官污吏和乡绅的勾结加重了百姓负担，最终引发了抗粮风波。袁廷蛟代表百姓上诉京城，却遭到地方官的打压和虚假承诺，导致清军镇压，局势失控，各方势力介入，使得东乡局面愈加复杂。随后四川方面采取了措施，事情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朝廷上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然而朝廷并未料到，随着广西道监察御史、四川绥定府平昌县人吴震的一封奏折上达天听，整个朝廷顿时陷入了尴尬。那吴震的奏折里面到底说了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话说吴震在奏折中写道，这个东乡的局势啊，它本来呢是可以平息的小范围的民间的骚动，然而地方官员是一误再误，将原本因赋税问题引发的这个民怨错误定性为叛乱，并向省府请求派出大军剿灭。而且这个最先抵达的这个五字营的长官谢某啊，他实地了解后发现，其实所谓的这个叛乱不过是虚张声势。袁廷蛟已潜逃了，留下的百姓呢，大多都在田间劳作，根本就没有什么武装叛乱的迹象。他还提到了当时啊，有那么几十个乡中的长者向他上呈诉苦状，请求啊宽减赋税。显然呢，事态其实尚可协商解决。谢某的认为是根本无需动用武力嘛，于是呢率部就撤回了。谁知呢，随后抵达东乡的虎围堡营统带李有恒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的部队一进入东乡后，就因部下官兵强暴村妇而和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愤怒的百姓自发对肇事士兵进行惩治。这一事件啊，激怒了李有恒，他遂下令纵兵报复。清军以清剿匪患为名，对百姓的村庄、山寨进行疯狂打击。吴震控诉道，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被李有恒的部队找到，几乎难逃一死。村庄被焚毁，山寨中的百姓被屠戮殆尽，甚至殃及临近太平县的无辜民众。更令人发指的是，吴震指出李有恒的部队不仅是滥杀无辜，还对东乡及周边地区的妇女犯下了无法洗脱的罪行。他们将村庄中的妇女拖走，一些妇女遭受了凌辱，甚至当场被杀害，而相貌出众的女子则被集中押送到船只上，运往了未知之地。这些情节实在让人不寒而栗，远超一般军纪败坏的范畴，已然是一场有组织的暴行。吴震在奏折中直言，东乡事件的真相并非什么叛乱平定，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屠杀和劫掠。尽管说袁廷蛟纠众滋事需要依法处置，但地方官的轻率决策和清军的残暴行径才是真正导致惨剧的原因。他又严厉批评了绥定知府易因之，指责其轻率上报叛乱情形，向上级申请大军剿匪，导致了事态的失控。同时吴震直指统兵的李有恒不仅滥杀无辜，制造民怨，还假冒军功欺瞒朝廷，并痛斥李有恒为祸国殃民的大恶之人，要求彻查其行为，严惩相关责任人。然后呢，意外接踵而至。我们说，就在东乡案的这个真相啊扑朔迷离之时，本次事件的关键人物袁廷蛟竟然在吴震上奏后2月在京城被抓了，这个着实让人大为震惊。对于他负罪2次惊控，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怀揣冤情前来告御状，也有人猜测这一行动是御史吴震的精心安排。确实，我们想，面对四川方面的指控，袁廷蛟名列叛逆要犯，那随时可能被秘密处死的。为保住其性命，
卜镇或许以苦肉计安排袁廷蛟在京城被羁押，从而避开四川方面下黑手。当然，无论其用意如何，袁廷蛟最终为这场事件留下了另一版本的详细证词。袁廷蛟在供述中详述了东乡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指控菊参、官府以及清军的暴行，同时力陈自己和东乡百姓的无辜。特别是对于官军进剿一事，他提供了比吴镇更为详细的细节。他也指出，2月19日确实有清军谢统领亲赴东乡，接收百姓呈词，查明我们并未聚众造反。然而呢，3月初李提多、雷总兵却突然对尖峰寨等地发动抄杀，袁廷蛟他们并未收到任何告示，不知究竟为何而战。清军进寨后，杀害了百姓1000余人，奸掳妇女200余人，烧毁房屋500多间，抢劫钱粮物资一空，还将袁的父母掳去监禁。袁父最终死于押解途中，以至于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在他的供述中，我们注意到了3大关键信息。首先呢，菊参侵吞赋税，勾结官府。菊参王宗恩等人利用征税权私设规章，浮收渔利，并以重金贿赂官员，甚至挑唆官兵绞杀百姓。其次，清军滥杀无辜，暴行累累。李有恒、雷玉春等率领的清军不仅屠杀无辜百姓，还奸淫妇女，焚烧村庄，劫掠民财，手段极其残暴。最后，他声泪俱下的控诉，百姓不是叛乱，甚至连组织抵抗的想法都很模糊。即便在清军到来时，多数百姓选择的还是避难，而非对抗。由于东乡事件的案卷和证人均在四川，朝廷下令将袁廷蛟押解回川，由新任四川总督李汉章与护理总督文革共同彻查。然而，李汉章因调任湖广总督，其在四川的短暂任期基本耗费在返程旅途中，彻查东乡事件的重任再次落在文革的肩上。7月28日，文革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复查报告。在报告中，文革指出，确实有传闻说有官兵乱杀无辜，他已经令新任的绥定知府王元进展开密查。王元进回复称，东乡并无妇女被掳被辱的说法，只是部分散兵曾抢夺百姓耕牛数十头，李有恒已将耕牛归还，并就地正法抢牛士兵。至于妇女被掳事件，王元进指出，李有恒归途中受到官绅和百姓夹道欢迎，沿途并无妇女随行的情形。这类指控纯属谣言。对于是否官军有滥杀行为，文革指出，官军在攻破各寨后缴获了大量军械，足以说明匪徒装备齐全，不能被视为无辜。对红岩、新寨等寨的战斗，文革指出百姓初抗拒后投降，过程没有滥杀行为。而尖峰寨的战斗中，匪徒顽抗致官兵受伤，士兵奋起反击，杀伤较多。至于奸淫掳掠等指控，文革坚称毫无根据，并指出作战期间并未收到相关揭发，且李有恒归营后未见百姓控诉。同时，他为李有恒进行了辩护，称其是骆秉章与吴唐时期的老部下，若平时行为残暴，早已被治罪。文革进一步指出，当前局势动荡，若以妄杀之名惩治李有恒，可能导致军心动摇，影响后续戡乱行动。同时，文革也在奏折中承认，这次东乡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地方官确实是这个难辞其咎。他已经将原绥定知府易荫之、东乡知县孙定阳等人降职处理。不过，这个奏折一经公布，立即就引来了御史们的集体攻击。其中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霄的奏折更是将文革的辩解奏折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东乡民风问题本是你这个地方官的责任，文革却借此推卸责任，还隐瞒了围城事件的真实情况。围城时仅派知府调解，
而巨寨却动用大军围剿，轻重失当做法实在是难以服众。他质疑李有恒为何攻破10余寨却未抓到袁廷蛟，还在首犯未获时急忙撤军，是否失职？还有官军抢夺耕牛一事，那更是暴露了军纪的问题。所谓什么军纪严明，实在是难以成立。李廷霄还批评文革让参与剿匪的王元进负责复查，显然不可能公正。此外，文革前后奏折说法矛盾，既指责百姓抗税，又否认阴粮激变，逻辑混乱。李廷霄认为文革借骆秉章和吴唐之名开脱自己，却未正视责任。他最终建议朝廷彻查此案，派新总督或大员公正审理，还原东乡事件真相。紧接着，清廷在京的四川籍官员也立即全部行动了起来。光绪2年9月初4，督察院接到了四川籍官员联名控告李有恒滥杀无辜的诉状。这份由47人联合呈递的诉状，详述了东乡事件中李有恒率军屠杀抢掠掳妇的种种暴行，指控其以搜捕袁廷蛟为名烧杀百姓，甚至在官渡场赶集日劫财坟村，装船掳走妇女。诉状内容详实，且附有李有恒张贴的搜杀无数告示，与文革此前并无滥杀的奏报矛盾，令朝廷震动。面对舆论和朝廷压力，暂护总督文革不得不秘密派遣知府庆善调查。庆善发现虎威营确有违纪行为，如抱走男婴、女眷随营等，但未能确认大规模屠杀事实。文革随后上奏请求革职查办李有恒、刘道宗，表示愿自请处分。不久后，朝廷任命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丁宝桢以严正刚毅着称，其早年因剿灭捻军、斩杀安德海等事迹赢得名声。然而遗憾的是，他在东乡案中效率并不高，耗时半年才完成初步调查。在他的奏折中，他认为东乡悲剧的核心是百姓组织化与军事化引发的秩序失控，强调动乱由地方官员失职和百姓猜疑官军而酿成。丁宝桢将袁廷蛟定性为聚众滋事，判斩立决，同时对李有恒等官员提出处分，认为他们虽未故意滥杀，但治军不严，办事草率，需革职查办。他的结论部分支持文革观点，但因侧重于乡民的组织化责任，引发进一步争议。东乡案至此未能平息。随后，清流党人张佩伦上奏质疑丁宝桢偏袒李有恒，并建议改派其老李宗羲彻查案件。在舆论压力下，东乡案迎来又一轮审查，也将丁宝桢的判断推向风口浪尖。光绪4年2月初1，清廷正式否定丁宝桢的调查结论，决定重新审理东乡血案。新任调查官是卸任两江总督在家休养的李宗羲。李宗羲是四川开县人，既了解东乡的地理人情，性格清正廉洁，堪称理想的人选。对于长达2年的拉锯查案，他是第3位接手的大员，带着期待与质疑，60岁的李宗羲秘密入川。李宗羲低调而细致，他亲自微服私访东乡，掌握了大量细节。在他的调查中，东乡案的起因、过程以及丁宝桢调查中的遗漏与偏差被逐一揭开。李宗羲首先关注的是税收问题。东乡长期存在苛捐杂税问题，正税之外，地方申局还层层加派绢书、豆梨、猪梨等杂项，百姓负担沉重，民怨沸腾。局申往往先行垫资，再以高额利息转嫁乡民，借此牟利。袁廷蛟聚众算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原本想响应知府，调解到绥定府清账，谁料局申谎称先需在县内统一账目，将袁廷蛟骗回东乡。拖延和敷衍使矛盾激化，导致官渡场事件的爆发。李宗羲又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
所谓的官渡场扑营，不过是一场菊参与乡民纠葛下的闹剧。吴方提、李开邦等团首不满乡民对团费的抗争，诬告王英祥为袁廷蛟党羽，致使官兵逮捕王英祥。随后，王英祥的兄长带领100余人要求释放人质，只在山梁上吹筒呐喊，并未发生真正的冲突。刘道宗误以为民众要攻击营地，率兵反击，酿成第1场杀戮。其后，尖峰寨成为东乡血案的焦点。李宗熙的调查揭示出骇人听闻的真相，死难者中近半是老弱妇孺，甚至有3岁孩童。官兵不仅屠杀，还掳走了大量年轻妇女，其中部分被家人赎回，更多人音讯全无。更令人发指的是，军队利用搜捕匪党为借口，四处劫掠粮食牲畜，焚毁百姓房屋山寨，几成废墟。李宗熙的调查与丁宝桢公债有理，无滥杀无辜的结论背道而驰。事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多个案中，盐枭马洪伦案便是其中之一。菊参向若凡与盐贩马洪伦积怨已久，借袁廷蛟算粮之际，煽动官军剿灭凤头寨，马洪伦夫妇及全寨30余人被杀。向若凡趁机洗劫唐乐吉家族财产，还与部下轮奸唐家女眷，这些暴行都被李宗熙逐一揭露。如果说文革的调查主要是为清军开脱，掩盖真相，丁宝桢的调查是部分承认清军罪行，但偏袒官方，那么李宗熙的调查这才揭露了案件真相。在李宗熙的结论中，李有恒纵容部下草菅人命，菊参恶劣行径，直接激化矛盾。而事件的根源则是地方捐税制度腐败无能。李宗熙的调查结果递交朝廷后，丁宝桢迅速展开反击。他重新派人调查，试图证明袁廷蛟谋反、民众叛乱的说法。但他的调查证据却问题重重，许多原告突然反悔，诉状中出现虚假指控，甚至有冒名顶替的情形。东乡县百姓的证言更倾向于李宗熙的结论，而丁宝桢始终无法对他之前提出的所谓百姓拒债、抗拒官军的说法自圆其说。在尖峰寨、千金洞等处，百姓甚至根本不知袁廷蛟的行踪，闭门固守，完全是对官兵屠杀的恐惧。丁宝桢坚持的剿匪说法逐渐失去支持。时间到了光绪5年，慈禧太后终于决定由刑部主审此案，并彻底厘清案情。刑部尚书文玉主导的调查直指核心问题，那就是百姓到底是不是叛党，官军有没有滥杀无辜。李有恒被认定为首犯，判处斩监后。孙定阳因请兵草率酿成大祸，被流放边疆效力赎罪。菊参、向若凡、李开邦等因怂恿绞杀、贪敛横暴，分别被革去功名，流放籍边。其余涉案将领多被革职发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袁廷蛟早在成都狱中遭毒杀，未能亲见平反。刑部判决时，丁宝桢因轻纵罪犯被降级处分，但留任四川总督继续戴罪立功。案件终于落下帷幕，但东乡的废墟上，百姓的哭声却久久未散。那些被掳走的妇女再无消息，那些被清军杀害的老弱3岁孩童永远埋葬在山间。袁廷蛟也未能看到东乡百姓真正的平反。一场税赋的抗争，最终以成百上千条无辜生命的鲜血收场。从此，东乡的山川田野再也难以恢复从前的宁静。如果说张文祥刺马案是清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杨乃武案揭示了司法腐败，那东乡案则像一面血淋淋的镜子，映射出清朝末年的4大病症：税制崩溃、吏治腐败、军纪败坏、中央失能。这些病症在东乡山间埋葬了千百无辜的生命，也为这个帝国的覆灭写下了又一页沉重的注脚。